美国德克萨斯州众议员劳埃德·道格特2号发布声明，正式敦促拜登主动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他也是首位正式呼吁拜登放弃连任总统的民主党议员。是否会成为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仍有待观察。拜登倍感压力，但另一方面，民主党选前换将风险同样很高。 We must have the strongest possible candidate, and I don't believe that's Joe Biden. We can provide a candidate who is a genuine new alternative to the criminality of Donald Trump. 拜登在首次美国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中的灾难级表现，引发民主党内部恐慌。道格特站出来发声，直接让党内的私下呼吁首次摆到台面上。美联社形容这份声明为爆炸性。深圳卫视注意到，在民主党的历史上，并没在最后一刻改变党内候选人的先例。最后一位自愿不再竞选连任的总统是林登·约翰逊。 现年77岁的道格特在民主党内资历很深，威望很高。路透社消息指，民主党现有25名众议员准备呼吁拜登弃选。 I'm talking to a number of my colleagues in the Congress right now, and I think we need to let the president think about whether he wants to continue moving forward. 一些重要的民主党成员和金主已经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民主党的新泽西州州长菲尔莫菲就曾考虑，如果拜登决定不参选，自己有可能参加2024年大选。民主党金主之一对冲基金经理惠特尼·蒂尔森接受采访时表示，他遇到的亿万富翁和最大的捐款者都认为拜登应该退出。目前有关拜登年龄、身体状况和思维敏锐度的忧虑最为突出。当地时间2号，在白宫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拜登是否患有阿尔兹海默症提问。 Does President Biden, at 81 years old, have Alzheimer's? So no, and I hope you're asking the other guy the same exact question. 目前来说，党内的这样一种对拜登年龄以及他这个认知状况的忧虑是在持续增长的。 而且，尤其是一个比较值得担忧的，就是说，民主党的大金主们也在这个徘徊中，他们也不确定下一步是不是要继续给拜登捐款。所以，民主党内现在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在拜登不退选的情况之下，团结本党，继续为拜登助选。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他们要思考的下一步的这个方向。 不过，选前换将的风险是目前民主党高层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前国务卿希拉里、前众议院长佩洛西都纷纷公开力挺拜登。希拉里表示，这是在一个关心你与一个只为自己着想的人之间的选择，我会投拜登一票。佩洛西也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表示，拜登依然敏锐，他的政绩与特朗普可能拥有的第2个任期截然不同。值得一提的是，佩洛西已经84岁。 We see Joe Biden up close. We know how attuned he is to the issues. How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于8月下旬举行，拜登是否被该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将在这场会议上揭晓。实际上，党内初选面对的只是民主党党员，而非全体选民。从目前情况来看，民主党内没有出现比拜登更强的人选。美国主流媒体和部分民主党党内精英普遍认为，即使选相对较强的密歇根州长惠特默或是加州州长纽森，也未必能赢过特朗普。而且，纽森已经在首场电视辩论后表达了自己对现任总统的忠诚。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Biden should step down, and some even inside Democratic campaigns. Yeah. Well, I think it's unhelpful, and I think it's unnecessary. We've got to go in and got to keep our heads high, and as I say, we've got to have the back of this president. You don't turn your back because of one performance. 所以现在民主党内确实面临这样一种困境，就是没有一个人直接拿出来就能够认为他是具有较高胜率的这样一个候选人。各个人其实情况都差不多，都有他的优缺点。 对拜登的忧虑情绪已外溢到美国的盟友。《纽约时报》称，在亚洲和欧洲很少有人谈论谁将在大选中获胜，更多的是担忧美国能否在国内和外交政策方面保持稳定。德国国会联邦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勒特根更是直言，德国必须全速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好准备。法国分析人士表示，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场辩论令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的可能性变得更大，印证了欧洲人的担忧。 韩国峨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彼得里也认为，这场辩论使特朗普第2次执政的可能性更加明显。他预计特朗普会非常强硬地向盟国施压，要求其增加国防开支。特朗普获胜的可能性将持续增大，这对于美国的欧洲盟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担忧的信号，因为各个国家都不希望看到特朗普上台，因为特朗普上台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美国会进一步的加大对欧洲盟友的各方面的这个索取甚至会导致美欧关系再次破裂。
随着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逐渐升温，外界担忧中美关系又将进入新的动荡期。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大选因素会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哪些不确定性？中方又应如何应对一系列变量？继续带来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田心对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严学通教授的专访。美国是一个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那么它有50多个军事同盟的盟国，所以从这样意义来讲，它的这个内政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大过其他国家的内政的影响。它的影响呢，应说目前为止影响更多的是影响到它的盟友，因为它盟友担心，它如果换了一个新的总统，带来政策的重大转变，就是特朗普上来之后，会不会跟拜登对盟友的政策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它的影响还是限制在它对它盟友的影响上比较明显，对其他国家来讲没有什么特别根本性的影响。尽管当前双边关系出现了止跌企稳的势头，但两国的战略竞争似乎也愈演愈烈。所以在这样的互动模式下，您觉得这是否是一个长期性的？那为避免跌入到这样的一种冲突中，您觉得双方需要在哪些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去更加重视呢？现在中美之间的竞争，日益这个加剧，这个基本趋势在短期之内不会改变，所以双方的政策实际是怎么管控这个竞争，防止竞争冲突升级为战争，所以这是双方这个比较关注的问题，这是核心。其实的就是现在要在旧金山峰会之后能够执行一个双方避免在台海问题上发生战争。在不发生战争前提下，别的事情都是一个在以非战争方式来进行的。所以你说在什么领域，显然中美之间在这个经济和文化领域里的这些个交流还能维持，但是呢，它在交流和这个交流的这个范围可能还会继续减少。一直以来，美方将构筑小院高墙的霸凌行径包装成维护国家安全，以各种借口胁迫其他国家实施对华科技封锁，又通过炒作所谓产能过剩来拉拢盟友一起对华设置贸易壁垒。严学通认为，所谓经济安全的概念强化了大国间的竞争，而不是合作的必要性。这种策略主要关注相对利益的保护，而忽视了合作可能带来的绝对利益扩展。从这个欧洲的角度来讲呢，它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他自己担心对过多的依赖中国、美国之后，完了呢，对自己构成这个不利的、不对称的这种依赖关系。那么他所以有了一个是这个保护欧洲市场、保护欧洲的技术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谓的经济安全想法。那么这样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什么，他就采取这个关税的办法来保护他的市场。我自己认为，就是他用关税保护市场带来的损失是，他不能够享受中国的产品带来他的好处，所以呢，他实际也处于一个两难，就在多大程度上他愿意损失那个方面。所以这个东西恐怕就是说是，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成性质相同。比如说，他有些个的制裁背后是政治动机，他就不考虑经济损失。你制裁不制裁他无所谓，他说我就认了，他就准备放弃经济利益。但是他如果经济动机，他就会考虑我这样是一个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发现这个策略反而是获得更少，他就会重新考虑。所以就是得根据他背后的那个政策背后的目的来决定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应对。美国在技术上搞是明确的政治动机，就是他的是要保持跟中国的技术差距，这是他的一个政治目标。而在事关全球性治理的重大问题上，中美仍然存在合作空间。一个是气候变化问题，另一个就是人工智能问题。第78届联合国大会7月1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主题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该决议强调，人工智能发展应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造福人类的原则，鼓励通过国际合作和实际行动帮助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全
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倡导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商业环境，支持联合国在国际合作中的发挥中心作用，实现人工智能包容普惠可持续发展，助力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美国在内的140多国参加决议联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号表示，中方赞赏包括美国在内会员国积极参与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联大决议草案磋商，并支持该决议达成协商一致。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4号在上海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外交部2号介绍，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主张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应坚持广泛参与、协商一致原则，在充分尊重各国政策和实践差异性的基础上，推动形成广泛国际共识。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以共商促共享，以善治促善治，旨在搭建开放、包容、平等参与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促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构建开放、公正、有效的治理机制。您觉得在主要国家的 AI 对话中，需要优先探讨关键问题有哪些？那您对达成相关的共识有什么样的预期呢？现在在这个 AI 的使用问题上，也是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发生了。它不是哪个国家，它只要你使用这个国家，就会发生相同的问题。所以这就是大国为什么有了讨论共同怎么使用 AI 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必要，对吧？比如说现在大家在讨论了 AI 在武器领域里的应用，能不能用于核武器啊？在核武器哪个程序可以用，哪个程序不可以用啊？它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